现在，请你把我接下来说的想象是一位母亲对儿子说的话，再告诉我听了这些话之后的你会长成怎样的一个男人。这位母亲曾经对这个儿子说的是：你出生的时候就有牙齿，你是来咬世界的。天堂扭曲了你的身体，地狱扭曲了你的大脑。如果我知道你长大是这个样子，我就会在子宫里掐死你，用脐带勒死你。我为什么不把我的乳头从你的牙龈上撕下来，把你的大脑砸成肉泥呢？是怎么样的儿子会让母亲那么希望没有把这个生命带到世界来？又是怎么样的母亲会让孩子觉得被生下来是不可弥补的错误，只要活着的一天，便注定是对自己、对世界都无法改变的厄运呢？什么是舞台？舞台上可不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代表空？可不可以只有一样东西，但不代表少？可不可以让时间停下来，但不代表没有事情发生？可不可以让空气凝结，但不代表闷？可不可以像小孩一样游戏，但不代表儿戏？可不可以实现自我，但不代表自我中心？我是林华，第4季什么是舞台？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位德国舞台美学家，就是现身说法，以可以还有可以来回答上面所有问题的卡特琳·布拉克 （Katrin Brack）。在这部改编自莎士比亚原著《理查三世》的《理查孩子王》里，开场白就让角色说出了内心的郁结，那就是人们很多时候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到别人身上，又把别人的成败折射回自己身上。一个母亲可以从小孩子才生下来便对他有说不尽的恨意，是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小生命无法让他看见那个将会被人羡慕的自己。生出了一块畸形的肉的母亲会是怎么样的母亲呢？生出了一头野兽的女人会是怎么样的女人呢？这些问题不可能由刚被生下来的婴儿立刻回答。不过假以时日，只要这位母亲继续在情感上否认这是她的孩子，这个被恨意喂养长大的孩子，终将会有一日把问号变成句号来回答：为什么我的亲生母亲不爱我？这个本来藏在母亲的内心深处的不甘心，就转化成孩子在面对世界的自我定位，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对自己说：当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空气中充满了死亡的哭声。我与任何人都不同，爱存在于彼此相似的人的内心，所以不在我身上。我只是我自己，孤单一人在宇宙中。什么是孤单一人在宇宙中呢？这一句理财孩子王开场没多久就出现的台词，让舞台设计师卡特琳·布拉克找到了接下来4个小时可以怎么样把理查三世的内心世界放在观众的眼前。这个舞台既是理查足下的方寸，也是他自身的精神世界。2个空间在性质上看似南辕北辙，一个是看得见的现实，一个是看不见的内心。然而让2者合而为一的是怎么样把卑微的理查三世放大成伟大的理查三世，又怎么样把伟大的理查三世缩小成卑微的理查三世。他在世人眼中是一个模样，但是从他眼中看出去的世界又是另外一个模样，仿佛带上了双重的滤镜。他人无法走入他的内心，而他也困在他的内心之中。在理查三世的原著里，理查这个角色如何以小放大跟以大缩小，是透过一场一场的戏剧情节呈现的。就拿他的身体作为比喻吧，
生出来就是驼背跟瘸子的他，在体型已经是矮了一截，但是对于打从娘胎便受到伤害的理查，矮了一截却可以被利用当作自己没有杀伤力的伪装。生理缺陷造成的心理缺陷，因此扭曲了理查的人格面貌，聪明变成狡猾，机智变成计算，诱人变成操控。就是这样，戏剧文学中最大的一名反英雄登上了舞台，让理查作为野心家、阴谋家、暴君的种种恶行，赢取了多少人的眼球与关注。因为在无耻、贪婪、暴力、血腥的邪恶化身底下，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演员。而这个演员又不用像英雄那样要以德性服众，所以同样是站在舞台中央，理查比谁都明白，真正让一个演员能够伫立在舞台上，重点不在他多能顶天立地，反而是有多能翻天覆地。理查孩子王的舞台上有着怎么样的天与地呢？地是一个巨大的黑色圆形舞台，圆仿如地球的象征，地球是天上众多星球之一。曾几何时，人类曾经相信地球就是群星之中最大的，并且所有的星球都是围绕着地球转，就像理查站在的圆形舞台之上，理所当然的，他就是剧院里所有人的焦点。但是在他的后面却是一片天空，由能够下沉、升高、改变颜色和亮度的大小灯球组成。这些灯球是立体的，理查站在上面的圆形是平面的。当立体的圆球在偌大的舞台空间升升降降，不只会让观众产生错觉，从原来的背景变成了包围着整个舞台的宇宙。更重要的是，当这种错觉随着定律一般的节奏，缓缓地在观众的感受上发生作用，站在舞台上的理查跟他足下的这个圆球，不管有多少戏剧性的事件或者表演，那片空间相对于一直在浮浮沉沉、井然有序的星体，反而更显静态。这是十分有趣的反差，因为光是从这个反差的设计，便已经以暗镜的方式把理查的宿命预示在观众面前。以权谋证明自己的存在，以抢夺进行对创造者的报复，以六亲不认来换取观众的目光。他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对象，不是单一的拦阻他迈向成功之路的人，却是他的宿命。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慷慨与不择手段的邪恶并存。理查这个充满表现欲望的人物，的确是属于台前的，也就是从娱乐的角度来说的，必须通过娱乐别人来娱乐自己的明星。明星之所以称为明星，也是因为大众愿意把他们放在仰首以待的位置。当天上来到地上，那就是舞台的中央。理查三世不只追求历史作为他的舞台，对他而言，更重要的舞台是别人对他的欲望，是将人人都想回避他畸形的身躯的眼神操控成一定得看我的目光。虽然从面积上来说，他脚下的这个圆形是剧院里所有圆形中最大的，可是相对于上上下下被灯光勾勒出各种轮廓的球体，后面的那片天空却更能让人在辽阔之中感受到浩瀚与自由。这显得站在舞台中央的理查不过是用各种戏剧的手段来尝试说服那个拥有方寸之地的自己，他才是遍地的主人。